欢迎收看《世界战情室》，陪您掌握天下事。我是明祥，首先带你来掌握，这是北半球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成了极冻事件。先来看看南韩大雪纷飞，即将迎来的是今年冬天的最低温。首尔的气温呢预计将会降到-6度，这个体感温度呢甚至低到了只有-12.6度啊。白雪覆盖车辆地面，山坡地也整片变白，银白世界看起来美丽壮观，但感受起来却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民众走在路上，不是围着围巾，就是穿着厚重羽绒外套，或是手里拿着暖暖包，因为南韩民众18号要迎接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 오늘 출근길은 이번 겨울 들어서 가장 춥습니다. 특히 중부 내륙 지역을 중심으로 아침 기온이 영하 10도 안팎까지 떨어졌습니다. 南韩许多地区大雪纷飞，主要就是受到北极寒潮南下的影响。根据气象单位表示，首尔18号清晨低温来到摄氏-6度，体感温度-12.6度，江原道-10度，体感温度可能达到-20度。东西海岸则会持续下雪，而且预计午后还会出现大雪。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南韩隔壁的日本更冷了。这是在北海道受到强烈寒流的影响了，在武川町出现了入冬以来日本的最低温，只有摄氏-20.5度。在岩见泽市呢，昨天积雪已经超过了102公分了，是往年同期的3倍，造成了市内的公车全数停驶，还有2所的高中临时停课了。 大雪纷飞，街道化身银白世界，民众在满满积雪中清理道路。受到强烈冷空气流入影响，日本北海道岩见泽市16号积雪深达102公分，是往年的大约3倍。雪が降り続いた岩見沢市内です。こちらにはバス停が雪山にほぼ埋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岩见泽市时隔4年，在12月中旬积雪超过1公尺。受到大雪影响，市内15条公车路线全部停驶，还不确定何时重新上路。岩见泽2所高中也因为大雪停课。JR 从札幌往岩见泽的末班车也因应天气提早发车。受到这波冷空气影响，札幌市16号观测到-5.6度，是这个季节最低温纪录。武川町清晨更只有-20.5度，是 日本全境今年入冬后首度观测到如此低温。东森新闻黄胜博音乐者报道。好，再来看到是中国大陆也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成了冰封大地的，一共有14个城市已经创下了最低温的记录。我们来看看这些画面，这个人在干嘛？他拿了冻僵的这个牛仔裤，竟然可以拿来切苹果。还有呢，冻硬的柿子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打保龄球。 切苹果裂成2半，但仔细看，女子手上拿的不是菜刀，而是一条牛仔裤。在大陆黑龙江-20度的气温，就连厚实的牛仔裤都直接解冻。不过，大陆民众总能在生活中找到乐子，比如 橘红色的柿子拿来打保龄球或是撞球，而家里煮饭的汤锅变成刺激的冰壶游戏，甚至夜市里的热门小吃炒酸奶搬到户外开炒，完全纯天然，或是制作当地最传统的零食东北冻梨也很应景。回到家把梨直接放在雪堆里就可以，如果想在家做冻梨的，直接放冰箱里就行。 还有人突发奇想，直接拿白雪帮猫咪洗澡。我家这个猫自从下雪了，1周要洗1次，它给外边待一会儿，适应外边的温度了，再给它搓，啥事儿没有，就跟洗貂是一个道理的。 受到东北大妈用雪干洗貂皮大衣启发，许多饲主开始学洗猫咪，表示这样干洗完猫特别蓬松柔顺。不过兽医提醒，除了有感冒风险，其实雪地里也会藏有寄生虫或跳蚤，可能越洗越糟。而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整个大陆仿佛被冰封一样，14个省会直辖市创下最低温纪录。 许多民众就拍下家里宠物取暖的画面，其中有宠物小猪干脆贴在火炉旁取暖，让网友全都大歪楼，担心它变成烤乳猪。特色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好，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画面都不够看，不够冷。继续，我们镜头要带您到地球上面最冷的地方，就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奥米亚克。 这里呢，-50度是当地的常见气温啊，这个最低温达到了摄氏71.2度。你可能会感到好奇，这种冷死人的地方能够住人吗？答案真的有住人。我们带您去拜访这一座地球上面最冷的小镇。
12月平均温摄氏零下50度。这里是世界上最酷寒的城镇，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奥米亚克镇。If you feel like you've seen everything, you've done everything, you haven't, because this is the last thing to do. 只不过要来这里，得先通过全世界最危险公路之一的克里马公路。它路段崎岖，有时大雪、雾蒙蒙以及厚厚的积雪，车子很容易失控，连车内温度都逼近摄氏零下48度。引擎一旦熄火，在没有道路救援下，很可能就会被冻死。How long can you live without the heat of the car? 3 hours, 4 hours before you freeze? Well, depends on each person and your body, organism, yeah. Okay. But I wouldn't advise to live like that. It's horrible. 其实这条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全长1200公里，当年由史达林下令动用政治犯来建造。酷寒下，超过100万人惨死，被外界称作“尸骨之路”。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used as unpaid labour. Indeed, they were used to death, collapsing from exposure at the horrific rate of 1 every metre. 由于与外界接触不易，人口仅仅547人的奥米亚克镇，每天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采访这天摄氏零下45度，居然算是好天气。It's warm now. This is warm. Yeah, it's warm now. 果然名不虚传。1924年，俄国科学家在这里测得摄氏零下71.2度，奥米亚克镇从此写下纪录。What is the lowest temperature he's measured since he's been here as a weatherman in Oymyakon? Of 20 grads moved. 63. 这么冷，几分钟内都可能冻伤，生活处处是挑战。没有水可以洗澡，没有水可以冲马桶，户外最原始的茅厕，一旦想上个厕所，下场就会像这位游客一样。吹个肥皂泡泡，马上冻成玻璃球；滚飞的热水往天空上一洒，立刻变成雪花。Ready? Yep. 好，连香蕉都能结冻，当成榔头来钉钉子。Totally ridiculous. 洗完的衣服要晒干，没多久真的变成干。Да, собака, моя собака была у меня, она просто выскочила и задела языком бочку и прилипла. То есть уже пока мы бегали за кипятком, она просто рванула, оторвала пол языка себе, конечно. Ну, она ж не человек. 因此，气温一旦下探摄氏零下55度，学校就得停课。而当镇上有人过世，全镇就得大伤脑筋。When a person dies here, it takes a team of grave diggers 3 days to dig a grave. The air temperature is 58 degrees below zero. The ground permanently frozen hard to a depth of 8 feet. The grave diggers must soften it with bonfires before it can be dug. They can only work in 20-minute shifts. Any longer, and their flesh will freeze. 极端气候让奥米亚克镇的镇民只能自给自足，挖当地的煤炭发电，结冻的冰块融化后当成水喝。想吃鱼得到河里挖洞自己钓，看看刚被捞上岸的鱼，不到10秒钟立刻被冻成冰棒。所以这里没有鸡肉、猪肉可以吃，因为它们全部都会被冻死。不过这里有种肉很特别，那就是不会被冻死雅库特人特有的马匹。What do they use these horses for? Mainly for meat. 只不过饲主也很伤脑筋，还得不断替这些马来除霜。看到这，外界不禁心里怀疑，这还是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但这些少数雅库特族人却甘之如饴，因为他们的祖先是突厥人，自古在这块土地上传宗接代。Yes,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anyone's life, but it's good here. If I had a choice to live anywhere in the world, it would be here. 而专家发现，雅库特人以及马匹特别耐寒，因为物竞天择下个子较小，成了秘密武器。Because it minimizes the amount of surface area they have to lose heat from. It's the same as the Yakut horses. They're short, squat creatures. 而全球喜欢冒险的人，不时把到这里生活当挑战，更有人选在这个世界纪录里来挑战其他的世界纪录，锦上添花。
地元の女性たち数人が観客として興味深そうに見守る中、シンプソンさんはギターの弾き語りを15分間演奏し、世界で最も寒い場所でのコンサートとしてギネス世界記録に認定されました。不过，当我们了解奥米亚克镇镇民的生活之后，这里的每位居民或许都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世界纪录保持人。能接受在这么冷的地方生活吗？欢迎到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同时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世界战情室，我是梅翔，我们再会了。